大家好，我是米娜，欢迎回到我的频道。不知道啊，你们有没有看过汤唯和吴秀波的那个《北京遇上西雅图》的第二部，叫什么《不二情书》的？那里呢有一个取景地，介绍了洛杉矶著名的一个环境既好、学区又佳的一个城市，叫圣马力诺。今天呢，就让我们来深入的介绍一下这个美国南加著名的城市，也去深扒一下它的历史。那么提到圣马力诺这个词呢，你要知道世界上是有两个地方叫圣马力诺的，一个呢就是今天话题的主角，南加州洛杉矶备受华人青睐的圣马力诺小城，另外一个呢则是位于欧洲山峦之巅的圣马力诺小国。那两者有什么联系呢？其实呀，南加州的圣马力诺小城的命名就是来自于这个欧洲国家。那圣马力诺市与圣马力诺国一样，他们给人的感觉呢是沉稳、保守、与世无争的感觉。那圣马力诺的城市印章呢，也是以圣马力诺共和国的建筑为原型。它呀描绘了3座圣马力诺塔，塔上呢覆盖着青铜色的羽毛，周围呢环绕着心形的漩涡。那这3座塔，不知道是不是象征对创立圣马力诺市贡献最大的3位历史人物呢？稍后呢，我会详细说这3位的故事哈。那首先呢，先看一下这个印章的设计，就好像给我们带去了充满历史韵味的欧洲了，让人忍不住心痒痒，想再踏上欧洲大陆去。世界那么大，我想去走走一番。那圣马力诺市除了城市命名、印章设计与圣马力诺国有关联之外，其他呀暂时是没有可参考的文献有直接的历史关系及影响的。是加州比较古老、偏保守派、低调且富裕的一座城市。该市呢，早期居民多为律师啊、会计师啊、医生啊、政客呀等高专业程度的中上阶层的白人群体。那最近几十年开始呢，也有许多的富裕的亚裔家庭也搬来这边了。为了那郁郁葱葱、安安静静的生活环境，为了那加州数1数2、很多人慕名而来的顶级学区，更是为了亲自体验一番历史与文化沉淀积累的结晶。福布斯杂志曾经评选圣马力诺为全美居住成本最昂贵的城市之一。那洛杉矶周刊呢，也评选圣马力诺为洛杉矶郡居住成本最高的城市，好像是第3名吧，也是个季军。那另外彭博社也曾经将圣马力诺列为全美100座家庭收入最高的城市之一。有多高呢？让我们来举个例子。那洛杉矶的比弗利山庄家庭均收入呢约在19万左右。那贫富那边呢是差距很大的。比如说我们这个统计数据表最高的这一块呢可能去到60-70万美金了，而低的那一块呢可能只有1-2万美金。那圣马力诺家庭均收入呢约在15-16万美金一年，而且在圣马力诺贫富差距是较小的，大部分呢都是高收入的人群。那如果你对这个收入没有概念，我告诉你美国以国家为基础的家庭均收入只有5万到6万美金哦。圣马力诺大约是3倍的平均国家家庭收入的这个3倍的数字因此呢，圣马力诺还有着小比弗利山庄的美名。那圣马力诺这个城市的特色的形成也离不开它100年以前的这个历史渊源。圣马力诺呢，建市于1913年，当时是由2大家族联合建立的。一大家族呢是美国的铁路大亨亨利·亨廷顿，另外一大家族呢是2战时期美国著名的陆军上将，人称血胆将军的乔治·巴顿他家。那巴顿将军的父亲呢，也是圣马力诺市的第1任市长，就好像我讲过的尔湾是从一个大农场演变而来一样圣马力诺的早期呢，也是一个大型的水果牧场以及葡萄园组成的这一个牧场区当时有一个很关键的人物在这片土地上定居了，他的名字叫做 Benjamin Wilson， 本杰明·威尔逊。那 Benjamin Wilson 呢，曾经连续2届都担任洛杉矶市的这个市长以及加州的州议员。作为一个政客，他必须活跃在各种各样的 socialize， 也就是社交场合。那难免呢就少不了招待他的宾客，去他家里参观那我之前带你们看房子的时候，不就常说这个老美他的房子就特别注重这个 formal dining room 正式用餐区，以及这个 guest suite 就是宾客休息室。那这2样东西好了呢，你才能跟你的宾客夸夸其谈，
各种什么凡尔赛呀，各种什么高格调啊，是不是？家里环境好了，自然谈事情也就好谈了。什么几百万的生意，或者是升职加薪的好 deal， 都是这么谈来的。嘘，别说我告诉你的哈。说回 Wilson， 作为一名成功的政客，他必须要在他的家里招待各种重要的南国的游客，就好像一个默默无闻的小明星，常被导演大咖带着见一线流量的这个团队和制片人，慢慢的他也混个脸熟，成了大咖了，是不是？那这片土地啊，在这时就已经默默染上了它的第一层光辉，成为了一块非常有名气的土地。后来呀，这个 Wilson 的女儿啊出嫁了，她呢嫁给了 James Shore， 就是詹姆斯德巴特肖伯。那女儿出嫁呢，为父必须要送出一笔不菲的嫁妆啊。普通家庭都如此，更何况是当时加州屈指可数、赫赫有名的富人之一 Wilson。这不 ，Wilson 送给这对夫妇大约600英亩的牧场土地，这个萧伯直接就变成了一个当地的大牧场主啊！金好银好不如老婆好，娶个官富二代的媳妇儿多重要！萧伯获得土地后，立刻就在上面建造了房屋，也就是早期的豪宅。我们今日呢就称其为 mansion， 并且萧伯以他祖父在 Maryland 马里兰州的一个园子命名了他的牧场。这个园子啊，就是根据欧洲小国圣马力诺共和国而命名。所以萧伯的牧场呢也取名为圣马力诺。那之后呢，铁路大亨 Henry Huntington 亨利·亨廷顿经常光顾萧伯的这个牧场庄园，而且他呀特别的喜欢这里，他觉得这里的调调特别好。1903年呢，萧伯就把牧场房子让给了亨廷顿，亨廷顿呢就成为了新的牧场的主人，也为以后圣马力诺图书馆、美术馆中广泛无价的艺术珍藏埋下了伏笔。因为啊，亨廷顿是收藏珍品的一名狂热爱好者。那 Wilson 的第2任婚姻的女儿 Ruth 也出嫁了。这个 Ruth 嫁给谁了呢？她嫁给了乔治·巴顿 George Patton。那乔治·巴顿呢，是圣马力诺市的第1任市长，也是2战铁血将军乔治·巴顿 Jr. 的爸爸。这个爸爸巴顿呢，当时是一名律师，也是一名商人，更是一名政客。那婚后呢，他就搬家住在了圣盖博的 Lake Vineyard House， 离他的岳父Wilson， 就是这个萧伯的牧场也更近一些。那他的好朋友亨廷顿日后买了牧场之后啊，这个好朋友加邻居自然而然的就加入了一起协商开发建立圣马力诺市的这个项目。你问我为什么当时加州最有钱的人 Wilson 的2个女儿嫁给了2个好朋友？我猜可能是圈子太小了吧 ，double date 几次就对上眼了呗。不过这些呀都不是重点，重点还是这2个财大气粗、能力还足的联金在一起，把圣马力诺给建了起来。你问我什么是联金？联金呢就是姐夫和妹夫的关系，妯娌呢是嫂子和弟妹的关系。这个关系是我们中国语言博大精深，穿插着这个中国的亲戚关系又跑题了，反正亨廷顿和巴顿既是朋友，又算是亲戚。在1913年呢，3大牧场主 Wilson、Huntington 和 Patton 连带一些小牧场主正式的一起建立了这个圣马力诺市。在之后呢，这个城市一直保持着高教育、高人均收入、传统保守，英文称作为 Old Money Wealth 的这种标签。直到1970年左右吧，该市差不多还有 99.7% 的人都是白人，也就基本是全部都是白人了。那后来到了差不多1990年，富裕的亚裔家庭才慢慢开始搬入，当时呢差不多占市人口的这个 23.7%，到了2000年呢就涨到40% 的亚裔人口比例了，你看涨得多快呀！那现在呢差不多有快60%的亚裔比例，而且呢其中华人占多数，差不多是该市总人口的50%，也就是说呢每2个人就有1个华人，而且还是高收入、高素质、高杰出的人群，或者是明星，或者是隐形富豪，非富即贵。那央视主持人倪萍呢，也报在2014年以近439万美金买下了一栋圣马力诺的4居室。吴秀波呢，也在2015年将其位于圣马力诺的豪宅挂牌599.8万元上市交易，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吴秀波的豪宅就在此。那今日的圣马力诺呢，差不多有人口13000多人，城市面积很小，只有差不多3.77平方英里。房价的中位数差不多在270万左右吧。那圣马力诺去帕萨迪纳以及周围华人密集的城市，差不多就只有10分钟的车程，距离 LA 的 downtown 呢，大概也只是20分钟，所以呢，出行配套也都是很方便的。那因为早期居民多为专业性高的杰出人群，
这些呢都为圣马力诺良好的教育环境提供了这个基础环境。那圣马力诺联合学区呢，连续15年都被评选为加州最优秀的学区，环境优美，也成为了很多电影和电视节目的拍摄地所在。那大部分的圣马力诺的房子呢，都是来自加州这个西班牙式的建筑灵感。那当地的市政府呢，也严格控制这个建筑的改造，因此保留了建筑最原始的历史痕迹，保守而且注重传承。那圣马力诺居民呢，每年很大一笔税款呢，都用在城市的安全警卫配备上，所以呢，该市的警署以及出行安全一直都是备受居民信任的。你看看基建、历史文化、环境、地段、学区、社区安全，所有置业安家考虑的基本点，这个城市都满足了。难怪大家都选择在这儿开展自己的生活，开展自己的圈子呢。那圣马力诺的标志性地标呢，就是亨廷顿的图书馆。这个图书馆呢，曾经是亨廷顿的私宅，里面呢收藏了各种各样的稀有图书和历史文献、艺术珍藏品以及名贵的植物等等，甚至包括世界第一本的活字印刷圣经、开国元勋富兰克林的自传手稿等等。那植物园里呢，也浓缩了世界国家各地的园林的特色精华，比如说什么玫瑰园啊、棕榈园呐、中国园呐、日本园呐等等，物种多样，美不胜收啊。另外一个标志性的地标呢，就是 Lacy Park。当年呢，巴顿将军在这里学习打猎，如今呢，他的纪念碑也屹立在园区。当地的家庭节假日周末很喜欢来这边野餐，回首一下历史，总结一下现在，再展望一下未来，是不是？那么圣马力诺的房子呢，都是极具特色的。一般圣马力诺的房子占地都特别大，整座城市呢，可能只有差不多4000多座住宅吧，全部都是大独栋，没有公寓，没有联排。这呢，也为良好的治安和稳定的社区环境提供了这个基础。大部分圣马力诺的房子呢，都是1920年到1950年间盖的，个个呢都是名设计师的杰作，精品中的精品，维护良好，低调又高贵，洒脱又不张扬。那圣马力诺呢，没有100万元以下的房子，大部分中位数呢都是200-300万。那如果你的预算可以去到400-500万呢，选择性会更多。所以呢，如果你选择一个加州安静、安全、环境好、学区好、有历史和文化底蕴的城市来居住，圣马力诺呢也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哦。感兴趣的话，可以联系我看看房源呢。好了，那么以上呢就是今天的视频。如果你还喜欢这个视频的话，记得帮我点个赞。如果你还没有订阅或关注我的频道的话，记得订阅一下，并打开右下角的小铃铛，推送我的视频消息哦。我是米娜，一名居住在美国加州的地产经纪和注册会计师。感谢你收看我的视频，让我们下一期视频再见，拜拜。